所有人都说深圳是一座没有历史的搞钱机器。他们说这里只有让人窒息的996，只有城中村逼仄阴暗的巷道，只有南山科技园深夜里冷冰冰的玻璃幕墙，只有永远在排队永远在赶路的异乡人。在全中国所有的一线城市里，深圳似乎被永远地贴上了文化沙漠和钢铁森林的标签。但这是整个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谎言。你绝对想象不到，就在这座拥有2000多万人口、GDP 突破3万亿的超级都市边缘，隐藏着1亿4千万年前的远古火山废墟。你更想象不到，在那些被算法和报表充斥的赛博朋克街区之外，竟然停泊着大航海时代的残存巨轮，悬浮着直通宇宙的云端秘境，甚至还保留着300年前刀光剑影的客家战争堡垒。这里是爱旅游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如果你有想看的内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今天爱旅游为您盘点深圳必去的10大景点，让您在规划旅行时有更明确的方向。闭上你的眼睛，忘掉你对深圳的所有刻板印象。不要再去想那些令人焦虑的房价，不要再去想那些永远做不完的 PPT。今天，我们将用整整50分钟的时间，为你彻底撕开这座城市的折叠空间。准备好你的呼吸，因为接下来的中国深圳10大顶级秘境，将以前所未有的硬核视角，彻底粉碎你的世界观。第一站，天文台。如果你以为我会从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开始讲述深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要去的第一站是这座城市视觉冲击力的绝对巅峰，也是深圳2000万凡人躯体最接近神明的地方——西冲天文台。当你历经漫长的盘山公路，终于站在大鹏半岛这处海拔200多米的悬崖之巅时，你首先会怀疑自己的眼睛，这真的是那个拥挤不堪、快节奏的深圳吗？在你的脚下，一条犹如银色巨龙般的金属栈道，以一种近乎暴力的美学，硬生生地劈开了险峻的黑色火山礁石。它顺着陡峭的山脊线蜿蜒而下，一侧是苍翠欲滴、充满原始野性的亚热带山林，而另一侧则是毫无遮挡、浩瀚无垠，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的太平洋。全中国最美的8大海岸线之一，就这样以一种极其霸道的方式，毫无保留地砸进你的视野。大多数人来到深圳，只知道低头看路，或是平视前方去寻找那虚无缥缈的机会。在这个城市里，仰望似乎成了一种极其奢侈的动作。但是，西冲天文台是这座城市留给所有人仰望星空的专属特权。你必须要知道，天文台的选址条件是极其苛刻的。它需要极致的纯净，需要远离一切现代工业的光污染。每当夜幕降临，当几十公里外的福田 CBD 和前海湾亮起刺眼而繁华的霓虹灯，当无数打工人在写字楼里对着电脑屏幕焦头烂额时，这里的穹顶却是一片令人敬畏的极致的黑暗。正是在这片被深圳特意保留下来的黑暗中，你能看到璀璨的银河如同巨大的发光瀑布，从宇宙深处无声地砸向波涛汹涌的海面。它孤独地矗立在悬崖之上，不仅仅是一座观测星象的科学建筑，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隐喻。
深圳人，这群全中国最脚踏实地、最务实、最渴望改变家族命运的人，在他们疯狂奔跑的尽头，其实隐藏着最深沉、最不为人知的浪漫主义。当你在高楼林立的市区里感到窒息时，当你觉得自己的努力被淹没在2000万人的洪流中时，来这里站一站吧。这里的凛冽海风能瞬间吹散你所有的 KPI 和年龄焦虑。站在这条悬崖栈道上，左手是深邃无垠的宇宙，右手是吞吐万物的苍茫大海，你会突然释怀人类的渺小与伟大，个人的执念与放手，在这一刻形成了最极致的交响。但是，请不要以为大鹏半岛的海域永远都是如此宁静深邃。当你顺着西冲的海岸线继续向东挺进，地壳的样貌将发生剧烈的撕裂。在距离星空不远的地方，隐藏着这座年轻城市最狂野、最暴力的远古基因。第二站，鹿嘴山庄。离开仰望星空的天文台，我们一头扎进了深圳的侏罗纪公园鹿嘴山庄。千万不要被山庄这两个充满现代度假气息，甚至有些俗气的字眼给骗了。这里是深圳版图的最东端，是迎接深圳第一缕阳光的地方，更是整座城市地质年龄最古老、最狂野的坐标。当你沿着海岸线走到悬崖的尽头，你会被眼前的景象彻底震撼。迎面扑来的是足以将人掀翻的狂烈海风和猛烈撞击在黑色礁石上，碎裂成千万朵雪白浪花的滔天巨浪。在这里，你听不到任何城市的喧嚣，你的耳膜里只剩下大自然最原始、最狂暴的嘶吼。请仔细看你脚下和周围那些呈现出诡异的红褐色、布满巨大孔洞和撕裂纹理的巨石。那不是普通的石头，那是距今1亿4千万年前中生代侏罗纪晚期火山在这里发生毁灭性的大规模喷发后，滚烫的岩浆与冰冷的海水剧烈交锋，最终凝固而成的凝灰岩。周星驰的电影《美人鱼》当年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取景，正是因为整个中国南方，你几乎再也找不到第二处如此充满原始压迫感，如同世界末日般壮丽的断崖。那个著名的美人鱼洞，就是千万年来海浪如同雕刻刀一般，生生在坚硬的火山岩上凿出的巨大伤口。站在这里，你感受到的是一种跨越地质纪元的恐惧与敬畏。这才是真正颠覆认知的地方。所有人都以为深圳是一座只有40多年历史的年轻城市，它的地基似乎是由钢筋水泥和外来人口堆砌而成的。但鹿嘴山庄那沉默的火山岩告诉你，深圳的底色是建立在远古火山的废墟之上的。鹿嘴山庄的这种狂野与不屈，完美地契合了这座城市的气质。第一代来深圳打拼的拓荒牛，他们一无所有地来到这片荒滩，面对未知的政策、贫瘠的土地和时代的巨浪，他们身上那种在惊涛骇浪中屹立不倒，那种在乱石穿空中硬生生凿出一条生路的狂气，其实早就刻在了这片土地1亿4千万年的 DNA 里。人类的奋斗史，在这里与地球的演化史完成了跨越时空的灵魂共振。如果你觉得鹿嘴山庄的远古力量太过沉重、太过猛烈，别急。大自然在展示了它的暴怒和毁灭之后，总会给生灵留下最温柔的馈赠。绕过这片令人生畏的火山悬崖，一片足以媲美马尔代夫的极致玻璃海，
正在前方静静地等待着为你疗伤。第3站，橘调沙。经历了鹿嘴山庄的狂风巨浪，我们紧绷的感官急需一次极致的治愈。于是，我们的第3站来到了橘调沙。很多在深圳 CBD 高档写字楼里熬了无数个通宵，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虚幻感和剥离感。他们不敢相信，在距离那个被称为中国硅谷、充满着代码、算力和无休止内卷的南山科技园仅仅几10公里的地方，竟然存在着这样一个犹如天堂般的秘境。橘调沙拥有全深圳最细腻入微的白沙，这里的沙子不仅干净，而且因为富含石英砂，踩上去会发出极其轻微的咯吱声，犹如踏在冬日的初雪之上，因此被当地人骄傲地称为银沙。而你眼前的海水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存在，它没有鹿嘴山庄海水的深沉与狂暴，而是呈现出一种极度治愈的果冻般的薄荷蓝绿色。海水的透明度极高，在阳光的折射下波光粼粼，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海底摇曳的珊瑚礁、洁白的贝壳和自由游动的鱼群。几艘白色的帆船点缀在海平面上，随着微风轻轻摇曳。这就是橘调沙，一个被无数旅游博主称为深圳马尔代夫的顶级海湾。为什么在极其讲究逻辑和深度的这篇长文中，我们要把橘调沙排在第3站？因为在看过了天文台的浩瀚和鹿嘴的狂野后，你需要懂得深圳这座城市的另一种维度，急速与极慢的疯狂对立。在深圳市区，时间是被精确到秒的。地铁门关上的那一刻，打卡机滴滴响起的那一刻，外卖超市倒计时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在被时间拿着鞭子疯狂抽打。但是在橘调沙，时间仿佛被抽干了真空，彻底凝固了。这里的微风、白沙，甚至海浪拍打沙滩那舒缓的节奏，都在试图抚平这座城市给它的建设者们带来的精神内耗。橘调沙的存在，是深圳大自然对无数打工人最温柔的补偿。当你脱下职业装，换上泳衣，将整个身体浸泡在这片薄荷色的玻璃海里时，你会被一种巨大的安全感包裹。橘调沙用它的美丽和静谧告诉你，生命不仅是一场向前的狂奔，不仅是银行卡里的数字和不断攀升的职级，它也可以是一场毫无目的的虚度，一次彻底的躺平，一场只属于你和阳光、海水的浪漫约会。然而，橘调沙虽然绝美，但它太开阔、太出名了。每到节假日，这里总会不可避免地涌入寻找宁静的人潮。对于那些在都市丛林中受了重伤，渴望彻底从世界的雷达上消失的人来说，这里总还少了一点隐秘的私人感。如果你渴望的不仅是放松，而是一次彻底的人间蒸发，那么在海岸线更隐秘的深处，在山海交界的褶皱里，藏着一片连很多深圳老土著都没听过名字的失落海湾。那是一个只属于极少数人的避难所。当夕阳沉入橘调沙的海平线，我们的车头将转向一片未知的茂密山林。穿过那条仿佛没有尽头的盘山公路，在世界的尽头，那个连手机信号都会彻底消失的秘境，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极致孤独？第4站，右干湾。当你迎着橘调沙绝美的夕阳，
以为自己已经看透了深圳海景的全部底牌时，请调转车头。我们将彻底告别宽阔的海岸线，驶向一片在绝大多数旅游攻略上都完全隐形的盲区。如果说橘调沙是面向大众的华丽橱窗，那么我们的第4站右干湾就是只属于极少数人的绝版藏品，是一个在地图上如果不放大到极限，你根本无法察觉的隐秘角落。前往右干湾的道路本身就是一场极具仪式感的朝圣与告别。你需要驾驶车辆一头扎进大鹏半岛最深处茂密的几乎遮天蔽日的原始盘山公路。随着海拔的起伏和连续的急弯，你会惊恐又暗自窃喜地发现，手机屏幕右上角的信号格正在一格一格地衰减，直到彻底变成无服务的状态。在那个瞬间，微信群里永远亮着红点的催促，上司随时可能弹出的语音，客户无休止的修改意见，全部被这片厚重的山林雾里隔绝了。你被迫从那个由算法和社交网络编织的现代囚笼中彻底越狱了。当漫长的山路终于走到尽头，视线豁然开朗的那一刻，你会感觉自己仿佛闯入了一个被世界遗忘的桃花源。整个右干湾被3面高耸的青山死死地环抱着，像一个天然的巨大口袋，只留下唯一的一面朝着浩瀚的海平面敞开。这里的沙滩极小，甚至走不到几百步就到了尽头，但正是这种极致的封闭感，赋予了它无与伦比的私密与静谧。这里没有下饺子般的人潮，没有刺耳的摩托艇轰鸣，甚至连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都显得那么克制而温柔。每当黄昏降临，由于右干湾独特的朝向，夕阳会毫无保留地将整个海湾、沙滩，甚至你脸上的绒毛都染成一种令人微醺的玫瑰金色。右干湾击中的是每一个被现代都市文明深度异化的成年人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渴望——逃离。在这座容纳了2000多万人，每天产生着天文数字般财富的超级机器里，每个人都像是一个高速运转的齿轮。我们不敢生病，不敢停下，甚至不敢在深夜里大声痛哭。但右干湾提供了一种最顶级的奢侈，一种物理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断网。当你坐在这片无人的沙滩上，看着偶尔掠过水面的海鸟和远处若隐若现的渔火，你可以短暂地卸下所有的社会面具。在这一刻，你不是谁的下属，不是谁的父母，也不是谁的伴侣，你不需要维持情绪稳定，也不需要假装积极向上。你只是一个面对着落日发呆的宇宙中无比自由的碳基生物。享受完右干湾这片碧视的海水，我们的灵魂得到了彻底的清洗。但是，沉溺于温柔乡和逃避现实，终究从来都不是深圳这座城市的底色。当我们在海平面上治愈了伤痕，是时候重新站起来，仰望天空了。这一次，我们将不再借助宇宙和星辰的力量，而是要去见证一场由人类极致的狂想与钢铁意志锻造而成的奇迹。我们将攀登至云端，去登上一艘永远悬浮在这座城市上空的赛博飞船。第5站，云海广场。准备好迎接全片最强烈的视觉冲击与认知颠覆。第5站，我们从海平面急速拉升，直插海拔380米的梧桐山脉腹地云海广场。
如果一个不知情的人在沉睡中被蒙上眼睛，用直升机带到这里，当他睁开眼的那个瞬间，他绝对会以为自己穿越到了科幻巨制《沙丘》或者是《银翼杀手》的一星片场。在满目苍翠、郁郁葱葱的连绵群山之巅，在常年缭绕的云海雾气之中，赫然停泊着一艘充满着极致未来感、通体雪白的流线型太空飞船。它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只有流畅到近乎锋利的几何线条，像一把纯白的利刃，傲视着脚下的一切。这不仅仅是一个供游客打卡拍照的半山观景台，这是当代建筑学上一次令人窒息的暴力美学展示。当你站在云海广场那如同飞船甲板般延伸出去的悬挑露台上，紧紧抓住栏杆向下俯瞰时，你的视野连同你的世界观将被彻底撕裂成极其魔幻的3个层次。在你的视线最底层是全中国最繁忙、吞吐量极其恐怖的单体集装箱码头盐田港。你在这里听不到市区的车水马龙，你只能看到数以万计的五颜六色的集装箱，像巨人的乐高积木一样被无比精准地堆叠。你能看到那些长达数百米、犹如海上一栋城堡般的远洋巨轮，正日夜不息地将中国制造的血液输送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那是这座城市最硬核的工业肌肉，是深圳之所以成为深圳的底气。在你的视线中间层是梧桐山脉那仿佛亘古不变的原始森林。山风呼啸，云雾翻腾，大自然以一种最原始、最不羁的姿态，将庞大的钢铁港口死死地包裹在怀里。而在视线的最顶层，就是你脚下这座毫无温度、极具科幻感的纯白建筑。自然生态的狂野，重工业时代的巨兽，赛博朋克般的未来建筑，这3种原本在时空上绝对平行的元素，在云海广场形成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极为罕见的、最令人起鸡皮疙瘩的铜矿。这里是俯瞰深圳庞大野心的最佳上帝视角。当你看着脚下那片日夜颠倒、永远不知疲倦的盐田港，再抬头看看这艘仿佛随时要驶向外太空的白色飞船，你会猛然惊醒，这座城市之所以伟大，绝不仅仅是因为它拥有大海的恩赐，更是因为它拥有着如同这艘云端飞船一般对未来无休止的、近乎贪婪的探索与扩张欲望。然而，当我们在云端之上，在这艘赛博飞船的甲板上展望完无限的未来时，一个巨大的，甚至有些尖锐的哲学问题扑面而来。那就是飞得再高、再具有科幻感的风筝，也必须有一根坚韧的线牵在泥土里。那些创造了这些赛博奇迹的深圳人，他们的根到底在哪里？这座总被嘲笑为只有40年历史的无根之城，真的没有自己的精神图腾吗？让我们从海拔380米的云端急速坠落，回到喧嚣的市区，推开一扇沉重的大门，回到300年前那段充满血与火的悲壮岁月。第6站，干坑古镇。我要在这里郑重地告诉所有人，那些说深圳是一座文化沙漠、无根之城的人，都应该来干坑古镇的长街上走一走，看一看。在今天的深圳版图上，到处都是被平整过的土地，到处都是反光的玻璃幕墙和宽阔的柏油马路。但在龙岗区的这片山谷里，干坑就像一块倔强生长出来的布满刀痕的远古化石，硬生生地楔入了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的心脏。
千万不要把它和那些为了迎合旅游业而粗制滥造、卖着千篇一律的烤肠和臭豆腐的甲骨镇混为一谈。干坑是真真正正历经了300年风霜雪雨，抵御过无数次外敌入侵的客家宗族堡垒。把历史的指针拨回明清时期，那时的客家人为了寻找一片足以安身立命的土地，从长汀、梅州一路南下，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在这片常有猛兽和土匪出没的蛮荒山谷中扎下了根。你走在干坑那被无数双草鞋和岁月打磨得油光发亮的青石板上，抬头仰望，两旁是错落有致的客家排屋，是斑驳厚重的夯土墙，是高高翘起的飞檐。请你一定要凑近了，去仔细抚摸那些巍峨的炮楼，去凝视墙面上那些狭窄而深邃的枪眼和射击孔。它们不是建筑的装饰，它们曾经在无数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喷吐过抗击倭寇和流寇的愤怒火舌，他们见证过这座城池的先民们是如何用鲜血和生命死死守住自己的宗族血脉。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浸透着浓烈的血色浪漫。干坑古镇的伟大在于它在这个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极其年轻且快节奏的城市里，提供了一个极具反差的文化锚点。当你漫步在干坑的雨巷，听着屋檐上滴落的雨水声，看着穿着汉服打着油纸伞走过的年轻人，你会突然顿悟一个极其深刻的道理。其实，今天那些在南山科技园里熬夜敲写代码的程序员，那些在华强北扛着大包小包狂奔的创业者，第一代来深圳打拼，被称为拓荒游的深漂们，和300年前那些背井离乡、筚路蓝缕来到干坑的客家先民们，本质上是同一种人。他们都是为了生存，为了改变命运，敢于向最恶劣的生存环境拔刀相向的闯荡者。干坑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它照出了深圳人骨子里的坚韧、抱团与不屈。原来，深圳那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从来都不是40年前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早就在300年前的干坑客家排屋里，在那些黑洞洞的枪眼里埋下了最强悍、最不可磨灭的火种。带着对先民的深深敬畏，我们走出了古老的客家堡垒，继续穿越时间的走廊。既然我们找到了300年前的根，那么这座城市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世界的？这一次，我们将把时间停留在那个风起云涌的1994年，去看一看那个还没有完全崛起，却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吞下整个地球的中国。第7站，世界之窗。我知道，当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多年轻的观众可能会在屏幕前嗤之以鼻，甚至觉得有些滑稽。在今天看来，把埃菲尔铁塔、金字塔、泰姬陵按照比例缩小放在一个公园里，这种微缩景观似乎显得极其过时、老土，甚至透着一股浓浓的廉价感。但是，如果你抱着这种心态来看待世界之窗，那只能说明这是你对中国近代史、对中国改革开放最浅薄的误读。让我们闭上眼睛，把时钟狠狠地拨回1994年。你要知道，那时的中国，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月工资只有几百块钱。那时的中国，普通老百姓想要办理一本出国护照，简直比登天还难。那时的中国，互联网还是一片彻头彻尾的荒漠，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短影片。当时的14亿中国人被长时间的封闭在一块大陆上，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全部认知仅仅停留在模糊的报纸和画质粗糙的电视新闻里。
他们极度渴望知道外面的世界究竟长什么样，发达国家的城市到底有多繁华。就在那个极其特殊的历史节点，就在1994年，疯狂的深圳人干了一件在当时全中国看来近乎石破天惊的事。既然我们的人民出不去，既然我们还没有能力让所有人都买得起机票，那我们就把整个世界硬生生地搬到深圳来。世界之窗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绝不仅仅是一个供人游玩的公园，它是那个年代全中国人民渴望拥抱世界，渴望现代化，渴望打破封闭的终极图腾。你能想象当时的画面吗？无数内地的中国人坐着几天几夜绿皮火车，几经辗转，甚至带着干粮来到深圳。他们穿着并不合身的西装，站在微缩的1/3大小的埃菲尔铁塔前，激动地整理好头发，让摄影师拍下一张照片。然后他们把这张照片小心翼翼地夹在信封里，寄给远在千里之外老家的亲人。在那个瞬间，他们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震撼的一次全球化精神洗礼。他们站在微缩的曼哈顿建筑群前，眼里闪烁着的是对中国未来也能建起这样高楼大厦的无限憧憬。今天，当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买一张机票飞往巴黎喂鸽子，飞往纽约看时代广场，当我们只需要滑滑手机就能看遍全球每一个角落的高清影片时，世界之窗的那些微缩景观却是不可避免地显得陈旧、斑驳，甚至有些落寞了。但你绝不能嘲笑它，因为你一旦嘲笑它，你嘲笑的就是你父辈们那双曾经无比真诚、充满着对未知世界无限渴望的眼睛。你嘲笑的就是那个虽然贫穷，但却拼了命想要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世界之窗是深圳这座城市最具浪漫主义色彩，也最具悲壮感的时代遗迹。它像一座沉默的丰碑，静静地矗立在深南大道旁，见证了中国人从仰望世界到平视世界，再到今天走向世界中心的伟大转身。当世界之窗的夜场烟花绚烂升空，那个关于全球化的宏大美梦暂时告一段落。看完宏大的世界，我们的双脚终究要重新踩在泥土上，回到最真实的生存与生活本身。那些在世界之窗做完梦的年轻人，擦干额头上的汗水，最终都会走进一条永远拥挤、永远喧嚣、永远充满着市井烟火气的老街。那里才是他们真正流血流汗，赚取人生第一张钞票的修罗场。第8站，东门老街。当世界之窗的夜场烟花绚烂升空，那个关于全球化的宏大美梦暂时告一段落。看完宏大的世界，我们的双脚终究要重新踩在泥土上，回到最真实的生存与生活本身。那些在世界之窗做完梦的年轻人，擦干额头上的汗水，最终都会走进一条永远拥挤、永远喧嚣、永远充满着市井烟火气的老街。第8站，我们来到了这座城市的肚脐眼，来到了深圳最具肉身凡胎气味，也是最鲜血淋漓的灵魂所在——东门老街。如果要给深圳的折叠空间找一个最极致的标本，那只能是东门。比起几公里外南山 CBD 里那些西装革履、端着星巴克谈论着千万级融资的精英，比起福田中心区那些高耸入云、冷酷无情的金融大厦，东门显得太杂乱、
太破旧，太不体面了。当你一头扎进东门那蛛网般密集的巷道，你的五官瞬间就会被一种极其霸道的气息填满。这里有着全中国最密集的廉价服装批发城，空气中永远弥漫着铁板烤猪蹄的焦香、长沙臭豆腐的刺鼻，以及廉价香水的混合气味。街边的劣质音响里，永远以最大分贝循环播放着最后一天，全场清仓的嘶吼。穿梭在人海中的外卖小哥，拉着黑色塑料袋进货的微商，手牵着手寻找廉价快乐的年轻情侣，在这里汇聚成了一股无法阻挡的洪流。但是，如果你因为东门的杂乱和廉价就看扁了它，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必须要知道，在史书的记载上，东门的前身叫做深圳墟，早在300多年前的清朝康熙年间，这里就已经是方圆百里人声鼎沸、商贾云集的重要集市。它是深圳这座城市的底层代码，是这座城市商业基因最古老、最纯粹的发源地。就在这片看似极其草根的街区里，隐藏着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其震撼的文化坐标。当你走到东门步行街的中心广场，你会看到一座有着复古招牌的麦当劳。那是1990年中国内地开业的第一家麦当劳餐厅。你能想象当时的盛况吗？在那个绝大多数中国人一个月只能赚几十块钱的年代，无数人为了吃上一个汉堡，在东门排起了长达几公里的队伍，甚至有人用美元外汇券来结账。那不仅仅是一个汉堡，那是无数刚刚从封闭中走出来的中国人第一次真真切切地用味蕾品尝到了西方现代化的味道。东门就是以这种极其生猛、极其接地气的方式，拉开了中国拥抱全球消费主义的大幕。这里的每一块被踩得坑坑洼洼的青石板，都浸透着第一代、第二代，乃至今天无数深漂的汗水与野心。对于千千万万个怀揣着几百块钱、拎着蛇皮口袋走出深圳火车站的异乡人来说，东门是他们在这个残酷城市里的第一个落脚点。他们的第一套用来面试的廉价西装是在这里买的，他们发工资后的第一顿所谓的大餐是在这里吃的，他们为了生存而咽下的委屈、流下的眼泪，甚至是赚到的人生第一桶金，都发生在这片极其拥挤、极其残酷却又极其包容的街区。东门不高级，它甚至有些残酷，但它有着这座城市最原始的求生欲和最鲜活的生命力。它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巨大熔炉，吞吐着无数普通人的欲望和梦想。它用那种最市井的喧嚣告诉你，无论深圳飞得多高，无论它的科技多么发达，它的双脚永远沾着东门老街的泥土。这里没有千万富翁，只有为了活下去，为了活得更好而拼尽全力的芸芸众生。然而，草根的崛起终究需要时代的背书。从东门的市井中抽离，当我们擦干普通人奋斗的泪水，我们将目光投向蔚蓝的海岸线，那里停泊着一艘真正改变了中国命运、承载着国家意志的时代巨轮。第9站，海上世界。准备好迎接一场无与伦比的魔幻现实主义震撼。这绝对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硬核、最具象征意义的地标之一。当你走进繁华的南山蛇口商圈，在最核心的腹地，被无数高档西餐厅、
精酿酒吧和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死死包围着的，竟然不是什么现代化的雕塑，而是一艘长达100多米、高达9层、排水量过万吨的法国退役豪华邮轮明华轮。每一个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都会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这太疯狂了！一艘原本应该在大海中乘风破浪的万吨巨轮，为什么会被硬生生地嵌在陆地上？为什么它的周围没有海水，只有柏油马路和川流不息的豪车？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必须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40多年前那个风起云涌的蛇口工业区。那时的中国刚刚从漫长的沉睡和动荡中苏醒，国家的大门刚刚向世界打开了一道缝隙，一切都在摸着石头过河。那时的蛇口还是一片荒芜的滩涂。1983年，这艘巨大的邮轮被拖到了蛇口的海岸边，原本是为了解决当时来到这里投资的外宾和工程师们没有地方住宿和娱乐的窘境。然而，随着深圳填海造陆工程以一种极其恐怖的深圳速度疯狂推进，沧海桑田的奇迹在这里真实地上演了。昔日波涛汹涌的海水被沙石填平，高楼大厦在昔日的滩涂上拔地而起，这艘万吨巨轮就这样被历史的洪流永远地留在了陆地上。1984年，一位伟人来到了这里，登上了这艘巨轮，并亲笔写下了海上世界4个大字。从那一刻起，明华轮就彻底超越了一艘船的物理意义。它化身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强悍、最坚不可摧的抛锚地。它不仅是一艘船，它是那个大开大合的黄金年代的绝对丰碑。它见证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极具颠覆性的口号是如何从这里喊出，并最终震动了全中国。它见证了无数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流血流汗，用双手硬生生地砸碎了旧时代的铁饭碗，创造出了一个令全世界胆寒的经济奇迹。每一次夜幕降临，当明华轮亮起璀璨的灯光，当船头的喷泉伴随着震撼的交响乐直冲云霄，你看着周围那些在灯红酒绿中穿梭的各国面孔，你必须要在心里明白，你现在所看到的繁华是踩在无数拓荒者流血流汗的肩膀上建立起来的。那不仅仅是一个供人消费的旅游景观，那是深圳这座城市在向全世界发出最雄壮的宣告：中国这艘古老而庞大的巨轮已经正式驶入了现代化的全球航道，并且再也不会回头。从远古的火山到古老的客家小镇，从隐秘的绝美海湾到见证历史的陆地巨轮，我们的旅程即将到达最终的顶点。而在终点等待我们的是这座城市汇聚了所有光芒与野心，代表着中国未来终极形态的最终图腾。终极第10站，深圳湾。最后10分钟，请各位深呼吸，我们将来到这场宏大叙事的最高潮——深圳湾。如果你只来深圳1天，哪怕只有半天，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去深圳湾吧。因为这里浓缩了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所有终极想象，它是这座城市历经40多年狂奔后进化出的最完美的形态。当你漫步在长达15公里的滨海长廊上，一场令人窒息的视觉与心灵的双重风暴将彻底席卷你。请先看向你的右手边，那是代表着中国科技最高水平、
也是全球资本最密集的南山天际线。腾讯的滨海大厦，大疆的天空之城，阿里巴巴、百度、华润的春笋，那些由玻璃和钢铁铸造而成的科技巨兽，正以一种不可一世的姿态直插云霄。在那些闪烁着冷光的玻璃幕墙背后，每天都在疯狂运转着足以改变中国14亿人生活方式的底层代码，每天都在诞生着无数令人啧舌的财富神话。那是人类智力、野心与资本的最高结晶，是极其坚硬的科技铠甲。但是，请你转过头看向你的左手边，在波澜壮阔的深圳湾海面上，一座犹如巨龙般蜿蜒跨越海面，连接着香港的跨海大桥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而在大桥之下，在距离那些科技巨头总部仅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竟然是一片广袤无垠、充满着勃勃生机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这是一种何等震撼的冲击！在寸土寸金，被誉为中国硅谷，地价高达10几万甚至几十万1平米的核心腹地，深圳人竟然硬生生地抵挡住了资本的诱惑，为大自然、为鸟类保留下了一片极其庞大的原始生态区。每当冬天来临，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越冬的10万只候鸟会准时降落在这里。当你在黄昏时分看着成群的黑脸琵鹭在夕阳的余晖中逆光飞翔，它们的翅膀掠过平静的海面，而背景就是那些象征着人类极度繁华的摩天大楼。那一刻，科技的坚硬与自然的柔软，人类的扩张野心与万物的自由生息，在这片海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史诗般的完美融合。它彻底打破了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环境毁灭的恶毒魔咒。这就是深圳湾，它不仅仅属于深圳，它更是中国向全世界展示的一张最强底牌。我们不仅能造出世界上最牛的科技，我们不仅能创造出举世瞩目的财富，我们同样拥有着守护最美自然的良知。我们不仅有搞钱的疯狂欲望，我们更有着容纳天下、天人合一的大国格局。50分钟的旅程，我们走完了深圳的10个极致秘境。从1亿4千万年前鹿嘴山庄那暴力的远古火山，到海拔数百米云海广场那悬浮在云端的赛博飞船，从东门老街那熙熙攘攘混合着廉价香水和烤串气味的市井烟火，到深圳湾跨海大桥上那代表着中国未来的璀璨科技之光，从干坑古镇300年前刀光剑影的客家排屋，到海上世界那艘永远停泊在陆地上的时代巨轮。看完这一切，你还敢说深圳是一座没有历史、只有搞钱的文化沙漠吗？深圳的历史不仅写在厚厚的纸张上，它更写在每一块坚硬的火山礁石里，写在每一座残破的客家炮楼里，写在每一个深夜亮起屏幕的代码里，写在2000万异乡人每一滴砸向水泥地的汗水里。这是一座被严重低估的史诗级魔城，它是中国过去40年最伟大的奇迹，更是14亿中国人关于拼搏、关于不屈、关于改变命运的最壮丽的缩影。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深圳。也许你曾在这里挥洒过最无畏的青春，流过最苦涩的眼泪，也许你在这里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实现了阶层的跨越，又或者你曾经满怀绝望地带着遗憾离开，发誓再也不回这个冰冷的地方。但无论如何，只要你曾在这片土地上用力地呼吸过、挣扎过、爱过、痛过，你的脉搏就已经和这座伟大的城市永远地连接在了一起。你就是深圳历史的一部分。
屏幕前的你，此刻正在地球的哪个角落？你所在的城市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你与深圳又有着怎样刻骨铭心的故事？我恳求你在评论区写下你在这个城市流过的汗水与泪水，写下你与命运抗争的经历。不要让那些故事随风飘散，让全世界看到一份属于中国人的最真实、最震撼的奋斗图鉴。如果你被今天的这期影片深深地触动了，如果你觉得你的灵魂在这里找到了共鸣，请务必长按点赞，把它转发给每一个曾对深圳有过误解，或是此刻正在这座城市里咬紧牙关默默坚持的朋友。你们的每一次点赞，每一条评论，每一次转发，不仅仅是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更是对这座伟大的奇迹之城，对每一个不甘平凡、努力生活着的中国人的最高致敬。关注我，我是爱旅游，带你探索地球的每一个角落。